各位听众朋友晚安，线上的朋友晚安，我是沐晨，欢迎收听草木星空日记。我们今天呢是狮子座主题的占星辩护人的最后一场。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我们想要来讨论狮子座在别人眼中的刻板印象，强势霸道。好，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要来讲强势霸道。那什么是强势霸道？具体来讲，什么样的行为会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强势霸道呢？线上有参与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的投票哦。就是我们现在投一下哈，下列哪一种强势霸道的行为是让你最反感抗拒的，或是让你觉得最无奈翻白眼窒息的如果你有想法的话，欢迎在聊天室呢也投下这个123，你只要打个数字我们就会统计了。好，怎样的行为叫强势霸道？我这边举了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有一些人呢，在你跟他发生意见分歧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总是用他的气势来压人，完全不给人讨论或反驳的空间，然后盛气凌人。这个是其中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你跟他共事的时候，他会强迫所有的人都要按照他的高标准去做事情，然后不管别人遇到什么困难，就是叫你自己搞定，反正他就是一定要大家照着他的标准去做。那第三种呢，是常常自作主张替大家做决定，而且他还觉得他自己是为了大局着想。也就是说，他做决定的时候可能没有跟大家讨论，他自己觉得是怎样就怎样，然后还帮大家安排好，你就是照他的这个规划去做就对了。所以这3种行为呢，是我认为在生活当中我们也蛮常见到的，然后也很容易让大家觉得这样子的人有点强势，有点霸道。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跟线上的朋友，你觉得下面哪3种行为，下面哪3种行为是你很熟悉的，然后你自己也觉得很困扰的就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那身边呢有狮子座的这个家人我是说我身为身边有狮子座的家人这3种行为我都非常的熟悉非常熟悉。以前呢也都深受这3种霸道行为所苦啊，因为我老爸呢 Tony 哥他就是个妥妥的太阳狮子，所以有时候在跟他讨论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跟他相处的时候，的确觉得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就是他会紧迫盯人，然后会一定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有符合他的标准的我觉得如果要我的话我会投2。我觉得1跟3我都还有办法就是自处，但是2我就会觉得天哪，这个每个人就标准不一样，然后为什么一定要照你的方法做？我明明有我习惯的方法，然后其实也可以达到目的啊，也可以做完啊，为什么一定要照着你的标准来做？以前呢常常跟这个狮子座的老爸呢，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磨合跟冲突。现在比较不会并不是说这个狮子座他就怎么样突然放下标准了嘛不是，他还是有他的高标准，但是我现在比较能够找到一个他讲他的我做我的一个协调的方式就是互相协调的方式我比较懂得协调狮子座了，所以现在就还好。好，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怎么看呢？还是你觉得你自己还蛮熟悉的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这是每一个人的这个感受不一样。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什么样星盘特质的人最讨厌这样子气势凌人，然后很霸道，感觉展现出来一种很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超讨人厌的。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非常抗拒这样的特质？如果你的星盘里面有以下这些特征，那就代表跟你们相处呢，这种很强势的作风呢，是你们绝对不买单的。好，比如说金星很凸显的人，你的星盘里面，你的金星它是在一个比较敏感、比较重点的位置。好，比如说金星在角宫，或者是金星合相4轴点，或者是你的金星跟你的个人行星有紧密的相位。好，这个金星凸显的人，以及呢，你的星盘里面如果是天秤能量多，很多天秤座的行星，或者是金牛能量多，这个或者是水瓶能量多，这个也是对你们来说，你们不喜欢那种强势沟通的处理法跟做法。好，为什么呢？因为金星呢是喜欢大家是和和气气型的，有商有量型的。好，这个金星能量比较强的，或者是天秤多、金牛多的，会认为关系中的对等性是很重要的。而且金牛他喜欢舒舒服服的，天秤也是，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的用力，这么的强势的沟通法呢？他们就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所以他们很重视关系的平衡跟对等，他觉得什么事情应该是要互相尊重，有商有量的。而且如果是以金牛座来说，他觉得他有自己的步调，他有他自己做事情的节奏跟习惯，那个不是你用很强势的去主导，他就会乖乖照你的方式做的。对金牛来说，这样是行不通的。所以如果星盘上面就是金牛多、天秤多、金星凸显的话，这样子的人的沟通比较适合是软性的，而且是温和一点的沟通法，要跟他们交换想法。那第二种呢是，如果是水瓶多的人，水瓶多的人代表说他很看重想法合不合理。你今天呢，你有一个想法想要提出来，希望大家照着你的方式做，但是如果你提出来的这个做法不合逻辑，或者是对水瓶多的人来说，他会觉得一定要照你这个方式做吗？他会去提出质疑，就是为什么只能有这个方式，不能有其他的方式？如果你是合理的，水瓶就会接受。可是如果你的逻辑没有办法说服水瓶多的人，那你的态度又是一个大家都照着我的方法去做，那种很强势的感觉的话，那水瓶就会不喜欢。他会觉得要以理服人，不是以你的气场服人。这个是对水瓶座来讲，对水瓶多的人来讲，强势是没有用的。那再来就是，如果星盘里这个盘主的天王星的能量很强，他的天王星可能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或者是跟个人行星有很紧密的相位的话，天王星被凸显的人也不喜欢霸道者。他也不喜欢你就很笃定的说照着你这样做，凭什么？对天王星来说，他会觉得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做法，他没有谁天生就应该要听谁的。就算你是用一个位高权重，就是用一个权威者的形象出现，对天王星来说他也不买单这种权威的强势，因为他们认为
所有的事情大家是可以多元讨论的，不是你一言堂。如果你不让其他的想法有存在讨论的空间，就是没有经过讨论你就决定了这件事情，天王星也是不买单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呢是月亮能量凸显的人。其实月亮能量凸显的这个星盘特色也不喜欢这么强硬的沟通法，或者是这样的气质的人，因为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跟情感上的流动。他们认为能够包容不同人的存在，不同想法不同意见的存在是重要的。所以面对比较强势作风的人，那种只看大局不求后果，只看大局，然后不理其他人的想法，这样的处理方式，他觉得是忽略了个体的感受啦。所以月亮凸显的人也很不喜欢被这样子对待，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缺乏同理心的，就是你好像没有顾及到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以上呢，如果有这样子星盘特质的人，他是你的身边周遭的亲朋好友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他们不适合比较强势的沟通，他们本身也不喜欢没有经过沟通交流就被决定任何事情。吃软不吃硬啦，硬碰硬对这个这些星盘特征的人是没有用的，他们是不喜欢的。好，那话说回来，那狮子座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是很强势霸道的人呢？就是他们到底站在狮子座的角度，他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让人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刻板印象？好，我们现在就是站在狮子座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对狮子座来说，他们会展现出这样的气势凌人，会有这样子的气场。这一份强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在讲狮子座之前，我们先来讲一下火象星座。火象星座还有其他两个，除了狮子之外呢，也有牡羊跟射手。可是牡羊跟射手也蛮容易让人家觉得有这个强势作风的。其实要讲霸气，牡羊跟射手也可以很霸气的，因为这个就是火元素嘛。火元素就是向外喷发，然后向外辐射，然后带着一股热情、自信跟笃定，然后再加上他们的行动力，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在外在看起来，从外人看他们，就会觉得他们想到就去做啊。那想到就去做，那个是一个非常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因为火元素就是一股意志，我有了这股意志，我就去执行，而且我很肯定，我很有信心去执行。但是也因为火元素的这一种很热很干燥的这样子的质地，所谓的干呢，干性的质地呢，比较不擅长去做其他跟人有关的沟通跟连结，那个是湿的质地擅长的事情。所以对干燥质地的这个火元素来说，他们是非常的独立，我想怎么样我就去做了。那有时候因为他们的这种笃定跟自信，就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强势，甚至到了以狮子座来说，甚至到了霸道就会让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但是这三个火象星座，他们彼此内在的动机是不一样的哦，他们强势背后的心理动机完全不同。比方说牡羊座好了，牡羊座它是火象的开创星座嘛，所以他们的强势其实往往是来自于追求速度，那个背后的动力是因为想要快，
他们想要追求快速速度这件事情。所以当你觉得一个牡羊能量的人，不一定是太阳牡羊座，但太阳牡羊座是其中之一。只要这个星盘里面有很凸显的牡羊座的能量都算，就是都算我们现在讲的牡羊能量。当你觉得牡羊很霸道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其实在想的是你动作太慢了，我来。他会觉得啊，为了这个速度要等你多久？他觉得你挡到我的路了，我来弄比较快。可是他把这个事情接过去做，如果没有沟通好，有时候是会让人不爽的，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你干嘛抢我的工作，或者是你在急什么？有时候会觉得你在急什么？可是因为对火元素来讲，他们是手脚会动得比嘴巴快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沟通就直接行动。他不见得会跟你解释他为什么要接下来做，但是他就已经先做了。所以经常身边的人搞不清楚他到底干嘛要这样，就会觉得你很霸道。你想要拿去做你就拿去做啊，你也不讲一声。可是如果是以牡羊来讲，他们也会让人家觉得蛮霸道的，就是因为他们内在求快，就是追求速度。那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急躁跟直率，但是就有可能也会让人家觉得很霸道。那另外一个呢是射手座，射手座是这个变动的火象星座。如果你觉得射手座强势，那往往他们是来自于他们内在有一个信念信仰，他想要传播让大家一起接受。所以当射手座很霸道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其实讲的就是我觉得我的观点才是对的，我这样子想才是对的，你们这样想都错了，你们怎么都不懂。然后他一直觉得你们都不懂，别人都不懂的时候，他不自觉的也会展现出比较霸道的那个作风。但是射手座的霸道是来自那种他心里面一直很想要说服别人，很想要同化别人，让别人接受跟他一样的想法，他想把他的理想理念让大家都买单。他是基于这种狂热，所以他采取的行动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强势，这个作风就变得很强势。可是狮子呢不一样，狮子又跟牡羊跟射手不一样。狮子座的强势，它是来自固定模式的强势，因为毕竟它是火象固定星座嘛。那固定星座的人，对于维持稳定，然后持续，都有一种莫名的执念，因为他要确保这个火要持续都能够一直烧下去嘛，所以他们太过执着于固定下来、稳定下来、持续燃烧的这件事了。所以狮子座的霸道往往不是为了逞一时的痛快，他们是想过的，而且他们会想得比较远，也会有大局的观念。他也不是为了要传教，是那个射手座就是个传教士嘛，所以他会有这个信念上，他觉得他想的才是对的这个狂热。狮子座也不是因为这个，狮子座他会有一种他需要扛起整个局势的责任感跟荣誉感，所以只要有狮子座参与的事情，狮子座都觉得是他要负责的，跟他有关的。他参与的事情搞砸了，他没面子，他觉得他的荣誉感跟使命感的使然，所以让他认为只要有我参与的事情，一定要达到某一个成绩，不然会很丢脸。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狮子座很有领导能力，
可你会觉得哇，他们好像在某一个团体里，就不自觉的会跳出来当领头羊，当带领大家的人，但是不是他们很爱现，或者是很想要证明自己多厉害，他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动机，就是这件事情我参与其中，如果这件事情成效不好，成绩不好，效果不佳，成效不彰，那我很丢脸。那我为了让我不要丢脸，所以不自觉的我就想要出来hold 住这个结果，让这个成绩好一点，所以他就会跳下来，然后变成积极的参与。那参与的程度如果很深的话，那他就会变成主导人。那在旁人的眼中就会觉得你很有领袖特质，或者是你很喜欢跳下来主控一些事情，他就会变成这样。所以他背后其实是有强烈的这个荣誉感使然还有他觉得他对这个大局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在前几场的直播里面也有讲到，就是狮子座对自己的标准要求很高，也是这样，因为所有他参加过的事情都代表他个人啊，都代表他个人。那有他参与的事情，如果效果不好，也间接的好像他这个人表现不好，他是会把这个东西绑在一起的。不管是太阳月亮狮子或上升狮子，其实都还蛮在乎这件事情的，就是成效如何。那你说，那难道有人会不在乎吗？有有，还蛮多跟狮子座不同的星座能量，像牡羊，他就并不会很在乎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一定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因为牡羊在乎的是第一次，它是都没有举办过的事情，牡羊在乎的是它是第一个完成，光是第一个完成这件事情，对牡羊来讲就已经 OK 了，就是我是开创者，别人都没有做过这件事情啊，我是第一个跑完这件事情的。那至于这件事情的成效如何，有多少人参加，有多少人看过，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牡羊不会把它放在觉得一定要很多人来参加或很多人看过才代表自己很棒，这个不是牡羊最在乎的事情。牡羊在乎的是他是不是第一个做完整件事情，做过这件事情，有第一次经验，这个是牡羊在乎的。可是狮子就不一样了，狮子会很在乎我做这件事情大家的排场如何，是3只小猫参加呢，还是300个人来呢？这对狮子座来讲就很重要了，因为他们是这个固定的萤火嘛，固定的火元素，萤火自己在燃烧，旁边没有观众，这对狮子座来讲像话吗？不行不行，我既然要做，我就是要绕人来啊，我的场子怎么可以没有人呢？怎么可以小猫2、3只呢？但是对牡羊座来说，牡羊座也很爱面子，可是对牡羊来讲，倒不是排场一定要300个人，对牡羊来讲，这是个创举，光是这个创举这件事情，就很棒了，但对狮子座来讲，人气很重要，不可以小猫2、3只，所以有狮子座参与的事情，如果狮子座认为这件事情的成败会直接等于他的面子的话，你就会发现狮子座会动用所有的感染力，就会用尽一切的方法去想办法叫人来。所以呼朋引伴这件事情，大家这样子区分一下，
你了解他背后的动机，呼朋引伴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要找谁去做，找狮子能量的人去做。他比较能够呼朋引伴。你找母羊能量的人去做，可能成效没有狮子或射手好。射手你要去驱动射手去呼朋引伴，你要让射手的理念跟你走在一起，他要认同你做的事情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好，如果射手座能量的人觉得你办这个活动，好，你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对整个世界、整个地球、整个社会很有意义，他觉得这件事情很伟大，那射手座就会替你去传教。他就会成为你的宣传大队，他成为你的传教士，帮你去传教。那如果你做的事情，你把狮子座 involve 进来，就是让他参与进来，那他如果觉得这件事情的成败攸关他的面子，那你就放心，他一定会去叫很多人来。但如果你去叫一个母羊座，去驱动母羊座，希望他帮你呼朋引伴来参加你主办的活动，那你就找错人了。为什么呢？因为母羊座也不太喜欢去管别人啊。母羊座通常都是管好自己的这个心态，所以他可能 maybe 好啦帮你揪人，但是他不会太积极，因为他会觉得别人要来不来就算了嘛，干嘛勉强。可是你办活动如果是抱持着这种佛系随缘心态的话，那你就可以知道如果这3个都是业务的话，那假设这个业绩没有绑在母羊座身上的话，它多半就是一个佛系的这种心态，就随便啦。但母羊跟射手就看事情的方式就不一样了，就不一定。所以刚刚说为什么狮子座会让人家觉得，现在他有时候的这个热情让人家觉得太吃不消了。他虽然是有这个光跟热。熊熊的萤火，可是这个火烧的太旺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的，会流汗的，会烫伤的。这个火太旺也不行，所以强势的这个印象就来自于他有时候火真的烧得太旺了，让人家觉得你太硬要了，你太用力了。你那个硬要的那个力道，就让人家觉得你很霸道。可是我们今天站在狮子座的角度，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有时候要这么用力？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荣誉感啊，这个攸关一件事情的成败的荣誉感，所以他觉得他绝对是想尽办法会让这件事情成功顺利，数字要漂亮，效果要好。所以如果你是那种被狮子座感染要一直拉去做什么事情的人，当他太用力，你就会觉得很烦很霸道。但我回过头来讲，假如你今天要找一个队友，就是你们是同队的，你们共同扛一个目标，你这个时候就觉得狮子座是怎么样？神队友了好吗？假如狮子座是你的队友的话，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队友非常靠谱，但这个队友是很棒的、很好的神队友。所以你在不同的视角，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你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你看待同样是狮子座这样的特质，你给的结论跟评价就有可能会不一样。好，那刚刚说他们有这个扛起全局的这个责任感跟这个有这个承担，所以这个也回应到我们一开始的投票，为什么他们老是喜欢自作主张替大家做决定？因为在他们的心理设定里面，他觉得他自己就是要撑起这个帐篷的那一个中柱，他们要当那个中柱嘛，中柱
他们经常就觉得我要撑起来，这场面还不是靠我撑，就是没有人叫他撑，可他觉得只要我参与其中，我就应该要撑起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身为一个核心的角色，就要有责任去顾虑到所有的环节啊，我要把大家照顾好。所以他们的强势也是因为害怕，哎呀，如果我一放手，我身边的人该怎么办？整个团队就会散掉，事情就会搞砸。所以他们会很本能的，几乎跟喝水一样很无意识的就把很多责任往自己身上揽。狮子座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狮子座啊，都喜欢以自己为中心，好像世界要绕着你转。这个有听过这样子的批评吗？很多人会对狮子座也有这样子的评价，但是其实在他们的角度是，他们的确很渴望，也很需要大家把它当成中央五为准，就是他们希望目光是围绕着他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也想要把大家 hold 好 hold 住，我有责任撑起大家。他们并不是躺在那边什么都不做，然后就觉得你们就应该要以我为主，那个是公主病，王子病，不是，他们倒不是这样。他们某部分也觉得我有责任，就是要照顾大家，不自觉的。这个是站在他们的角度。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其实是隐性的完美主义嘛，我们前面就一直在铺陈前几次的直播就有一直在暗示，其实狮子座他根本就是隐性的完美主义者，因为他们对完美的极致要求是来自于成效的好坏影响到他们的面子啊，它就等于是他们的成绩。所以狮子座怎么可以接受在大家面前丢脸呢？能做多好当然就是做多好，而且最好做到凡事做到最棒的那个地步。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他们对于自我的要求这个标准是很高的。那对自我要求高，当他是一个团队的 leader 的时候，他也会对他的团队标准很高，因为这个都代表他啊，他参与其中的事情就已经是他的成绩了，更何况他是这个团队的头领导者，更是他的成绩。所以他的这个高标准有时候也会让人家吃不消。所以刚刚有说到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强迫别人配合他们的高标准，因为他们不允许自己经手的事情有一丝一毫的落惨，不可以有落惨的时候啊。这个落赛落惨的这样的风险是他们想要极力去避免的。所以在做事情的过程中，他也会仔细的去检查，不可以让事情有任何一丝可能让他丢脸的风险。所以为了要保全这个大局的面子，跟拿出来的成绩，因为狮子座不自觉的就会觉得大家都在看，好像全世界24小时都在盯着他看，所以他们会力求完美。这个力求完美的心态也是他认为他知道身边很多人都会盯着他看，他们不自觉就会有这个镁光灯围绕着他聚焦着他的这个感觉，他们其实是知道的。那既然很常被大家拿来检视，他既然要成为公众的核心，团队的核心，那就代表你不能丢脸。所以有时候狮子座会给自己蛮大的压力，也在这里。那个是很天生的一个直觉反应，他就会觉得
大家都在看着我的那个感觉。可是实际上是不是大家真的都在看着你？大家是不是真的那么在乎你做的怎么样？可能不见得。但是对狮子来讲，他的这个幻觉，这真的是虚妄啊，这真的就是一个幻象。可是对他们来讲是无比真实的事情，就是我不可以在大家面前丢脸。12星座都有12星座的专属的幻觉，不是只有狮子座。可是对狮子座来讲，那个很虚妄，但是他们又非常我执，然后又觉得很真实的，就是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你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他的一个很强烈的幻象。但是他们也会透过生命的一些经历，到后来会发现，其实没有人在看你，你可以放松一点，不是随时随地所有的人的目光都一定以你为主，所以不用把自己逼成这样。这个是慢慢的狮子座会学会去调整，会学会放下的一个执着。好，所以刚刚有说他们是力求完美，为了这个面子不能丢脸，所以有时候他在跟你共事的时候呢，他会紧紧的抓着他的主导权，你所有的细节都要问过他，都要让他知道，都要经过他的同意，然后他会一个一个确认说，是不是如他所想的进行，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变动了，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或者是你自作主张的改变了他原本的计划，哇，他可能就会跳脚，因为他有这个大局的观念，他会觉得你不知道这个变动对他后面来讲，整个都乱掉了，他不喜欢这样，所以有时候他会很强势的干涉跟掌控一切，主导一切，原因是在这边，因为这种控制欲跟主导欲，他透过这样子的细节掌控，这个是他们对抗混乱跟失败的一种防御机制，不容许失败，所以我必须严格下来控管，然后你不可以说不，因为成败是我扛。狮子座经常有一个预设，就是成败我扛，所以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又不是你出来担，现在是我对外，做不好的事情我变剑拔，是我丢脸，所以他为了不能丢脸，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哇，那这个就是不是这个很强硬，就会让人家觉得很霸道。好，那再来就是他们很容易呢打肿脸充胖子，死撑。这个他们内在也有一股动力，是关于硬撑下去。好，所以为什么他们总是气势凌人，不给讨论空间？因为他们在外人眼中，很多人会误以为狮子座就是很享受权力的巅峰，好像很喜欢自己呼风唤雨、掌权的那样的一个位置地位。好，可是其实从他们的角度来讲，他们撑得很累，好吗？他们其实撑得很累，他们不见得享受其中，因为他们往往会习惯一肩扛下来那些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有时候有一些工作真的就是死缺啊，就是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可是呢盛情难却。当别人对狮子座投以某一种期待，尤其又是很多人都在那边鼓吹出来选主委，明明主委就是个塞魁，这是一个死缺，吃力不讨好的死缺。可是如果你就是稍微这个煽动一下狮子座，他发现好多观众都在敲碗，他要当今年管委会主委的这个角色的时候，虽然他心里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呢，狮子座为了怎么样不让大家失望，我可以的啊，那他就出来选主委，然后他就选上。但是你不要以为他就喜欢当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或是
比如我以主委来讲好了，随便拿什么主委都可以。好，比方说主委这个角色，有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什么代表什么权利，好像很享受虚荣，没有很多时候狮子座被迫走入一个困境，就是盛情难却。然后他又觉得大家需要我我要成为大家心目中可靠的顶梁柱我是中柱，我是那个中柱，然后他就去坐在这个位置上下不来，但他其实很累，他也想下来，但是怎么样，怕让大家失望，很落亏，很漏气啊这个很不想要让大家觉得丢脸，所以那种不甘示弱，然后就会硬撑。但是另外一种会让狮子座走入这种死撑的这种死胡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觉得哇，大家这么需要我，就代表大家一定没办法了大家现在就是走投无路了，需要我站出来，那好吧，我就站出来吧他觉得别人没有能力他不相信别人可以承受这样的压力当他发现大家都已经倒成一片了这个是一种，你说优越感吗？是在某些情势的确会让狮子座的判断是他是比较优越的，所以他觉得他有义务要出来保护跟照顾大家但是也是因为这种优越感，在某些人的眼中就会觉得你拽个屁呀就会觉得你在强势什么你很霸道。可是在狮子座的角度不是，他会觉得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我还需要出来吗你们就是没有能力把事情搞成这样，所以才叫我出来，那我就出来。那既然我出来拯救大家的话，那你们就是乖乖的听我说的去做就是这个是他认为他在负责任保护照顾大家的一种方法。但是呢，有时候缺乏沟通，或有时候想的事情不够全面的话，的确会让人家觉得强势霸道，这也是一体两面所以我们今天占星辩护人也是站在狮子座的角度，也让大家理解其实狮子座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姑且不论他的做法是不是有需要调整的地方，肯定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啦肯定有的。但是他的这个起心动念跟动机或许跟外人想的是不一样的。那今天透过这个机会呢，也让大家理解一下狮子座他内心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气势干嘛这么强硬，不容你反驳就是你反对无效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已经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在撑着这个大局了，他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处理你的意见跟他分歧，或是有些人的抱怨，他已经没有力气再管那些了因为他已经花了非常非常的多的力气去解决很多问题了，所以是做懒得去跟人家沟通。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他们要留意的，因为人和脱离不了沟通啦，人和都是沟通的，出了一些状况人才会不和。那这一点呢，我其实在我的这个太阳狮子座的爸爸身上他也水星狮子太阳水星都在狮子座，这个 Tony 哥身上我就有感觉到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因为Tony 哥有一次跟我聊天应该是我们在吵架，他就脱口而出真的是不吵不知道，一吵才知道原来他是这样想。他脱口而出说，我巴不得你们都跟我没关系，这样我就不用管你们了。他说你知不知道跟你们有关系的我好累他那时候是气急败坏的跟我这样讲，他脱口而出，然后我当下听不懂，我当下就会在想说，又没有人叫你扛我们的东西，你是在累什么？你自己要扛，又自己在那边该说很累，然后又要管我们这个管我们那个因为
他的那个狮子座的那一面，我40几年的观察，就看得很清楚，就是他会想要控制大局，然后就要管我们这些家人嘛，我妈啊跟我们这些小孩都要被他管。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很累，巴不得跟我们没关系。其实当下听到的时候很受伤，我会觉得原来我们是你的累赘，是负担，是不是？就会觉得为什么你想要跟我们划清界限，已经到这种程度了，是怎么样？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就会自己在那边觉得很受伤。可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站在狮子座的角度，对呀，他如果可以不管我们的话，多轻松，是不是？我们还觉得他管太多好烦哦，都希望他不要管我们。可是其实在他的角度，他认为他是这个一家之主，他觉得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家人，怎么可能跟他没关系？他背后有一种责任跟这个使命感，他觉得要帮我们安排好很多东西。那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视角，从他的立场上面，他会觉得我就是要你们好好的，那我知道怎样做会好，所以你们当然要听我的去做啊，因为你们不这样子做，你们就会烂掉啊，你们就会这个去到一个不好的结果。这个也是他片面的视角。可是知道他的起心动念，我就会觉得好像他也不是要跟我们划清界限，不是，是他只是很真实的在透露他扛得很累。那你可能会觉得又没有人叫你扛，是没有人叫他扛，是他自己要扛。可是我就会去收到他想要扛责任承担的这个好意，而其实那是一份爱。虽然这个爱他的做法，他去表达他的爱的做法不见得每个人消受得了，这也是事实。但是理解他的起心动念，至少我可以看到他背后他是出于某一种善意啦。只是说方法永远都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嘛，方法无限种，但是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会撑得那么累了这个狮子座。好，那讲完这个狮子座他会给人家这个强势霸道的印象我们中间来这个休息一下我们来放松一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噔噔噔噔，万众瞩目啊，不是啊，就是我们最近呢刚好呢上架了一个新活动，就是在牧尘占星私塾的官网上面呢有一个新活动，是秋季森林占星的营队森林占星营，我们今年要开第2场啦。本来以为今年只有春季4月份的那一场，但是呢因为大家评价实在太好了，口碑实在太好了就是同学们呢去参加呢回来都非常的开心。那上一次没有参加到的朋友呢也非常的扼腕就是希望说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再来一团。那好，我就是经过了问卷调查，问一下大家的意向之后，好，那今年呢决定要再来第2团的森林占星营。这个森林占星营呢会办在基隆暖暖的拉波波村就暖东峡谷，那会带大家去暖东峡谷做2天1夜的森林工作坊。没错，我们要去住豪华露营的这个拉波波村的这个营区1博20，再加占星工作坊的一些活动训练。那时间呢是办在10月2号礼拜五各位不是周末是礼拜五跟礼拜六10月2号跟10月3号2天1夜的这个森林占星工作坊森林占星营。所以如果有兴趣想参加的朋友
那欢迎呢，就是到牧尘占星私塾的官网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名网页了。那这个活动呢，最多人问我的，因为有一些新朋友来询问，最多人问我的就是老师，我不懂占星，我是星座小白，只有偶尔听听 podcast 这样子，可以参加吗？好，那我在这边呢也统一回答各位我们的森林占星营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入门的，而且是让大家从4元素3模式开始，从元素开始走入大自然，先理解元素的这样子的一个入门基础的难易度。好，它的难易度就是非常入门的，然后从大自然里面去认识4元素，认识我们的季节跟3模式。那因为12星座它其实就是来自于4元素跟3模式嘛，好，就开创固定变动跟火土风水，所以从这个元素跟模式的基础上面去认识12星座，我个人觉得这是打开占星学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它是非常非常基础入门的。那当然我们会在这个营队里面呢，除了带大家走入暖冬峡谷，真的是做一个占星导览，带你去认识大自然里面的12星座的能量，它的呈现是什么样子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静态的活动。那些静态的活动，你不需要非常懂占星，你也可以一起参加。它其实是比较多跟实体活动、团康活动有关，然后它是会带来娱乐好玩的这样的元素在里面的一个营队。好，只是我们的主题还是会围绕着占星，所以如果你对占星学是有兴趣的，然后你觉得也很想要去大自然里面来一个豪华露营，想要体验看看的话，那这个营队就是为了你而设计的。就是又可以体验到露营，然后又可以接近大自然，又可以学占星。所以不管你懂不懂占星学，你只要对占星是有兴趣的，都欢迎你来参加哦。那我们这个报名时间呢，目前是开放到8月23号礼拜天的晚上11点59分。所以如果你想报名的话，要记得这个在报名截止之前呢，赶快完成报名。那如果你对报名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到牧尘占星的这个 FB 的粉专或是我的 IG 私讯我，让我为你服务。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热腾腾的秋季森林占星营，欢迎大家来参加。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刚刚讲完了狮子座为什么会有这个强势霸道的这样的行为，会让人家这样的感觉。其实不止狮子座，还有其他星盘特质的人也是蛮有这种强势霸道作风的。好，所以霸道不是狮子座的专利。我们来看还有哪一些就是星盘特征的人，他其实也蛮霸道的。好，第一个星盘特色呢，叫做绝对主导型的人。绝对主导型的人，它有2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火星，看看你星盘的火星，火星落在角宫的人，或者是他的星盘母羊能量很强。2个择一，就是只要是火星落角宫或者是母羊能量强的，其实他们都是绝对主导型的这样的特质。好，那为什么这样子也会让人家觉得有时候看起来是蛮强势主导，然后蛮霸道的呢？因为火星呢代表的就是一种开创生存的驱动力。那当火星落在角宫的时候，盘主就很容易展现出强势的作风。角宫就是1470宫，所以如果你的1470宫有火星，哇，那你就是其实你很在意一件事情你有多少的主导权。如果一件事情主导权一直不在你身上的话，你会觉得很不安，你会想要拿回这个主导权。那
母羊特质，母羊多多的人，火星能量也是强的。母羊特质强的人，他的这个强势的表现呢，就会发挥在追求效率上面。因为母羊座要的就是快嘛，因为速度一慢下来，母羊座就会觉得浪费时间。所以当母羊特质强的人，他在追求效率的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单向推进的感觉。就是他们会往往会觉得，那我来，我自己就把事情做完了。可是你在团队里面，你自己就把事情这样一路就做完了，对大家来讲，第一会觉得你不合群，第二会觉得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我们都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做，你怎么就先做完了？可是母羊还会觉得，反正我帮大家推进了这个速度，大家不觉得这样很好吗？有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不是速度快就好，但是母羊常常会觉得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所以他会觉得速度快就等于好棒棒，等于是加分。但是呢，这边也要跟这个母羊多多的这个能量的人来说，有时候不是速度快就等于加分，你可能要看一下状况，才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很霸道。好，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是绝对管理型的，就是他对于秩序的维护，对于权威的维护呢是非常坚持的。这类型的人呢，就是土星落在角宫，或者是星盘里摩羯多多的人。因为土星它代表的就是纪律、界限、结构、阶层，阶层就是某种界限，分得很清楚。那星盘里面呢，如果你有这个土星能量比较强势，或是你摩羯多多的话，那代表呢盘主他很重视规则跟秩序，所以他们有时候因为很重视这个东西，会让人家觉得他们的强势，他们这个气场是来自于一种由上而下的权威感，因为他是规则守护者，他是秩序管理者，他觉得既然有了规范，或者是有了一个既定的目标要达成，那么所有的人就是要严格遵守啊，你要照规矩来，没有通融的余地。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也会让人家觉得蛮强势的。这个强势它可以是在生活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场景，我就讲比如说我有一个我曾经预约一个美发师，然后那个美发师他就是摩羯，有很强的摩羯的能量。然后这个美发师，因为我跟他原本也不太熟，刚认识他的时候，我曾经有想要跟他改时间，比如说我们可能约下午1点要去找他，可是我早上的事情 delay 了，我就问他说，我可不可以晚半小时再去找你？就是改1点半，然后他就说不行，他后面有客人，你只能1点哦。如果不行的话，那今天我也没办法，就是为你延后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好强硬哦，就是我就会觉得半小时，就是我那时候还在犹豫，我到底能不能够1点到？因为如果要1点到的话，可能我要做其他的安排。但是如果这个美发师他可以接受我1点半再到的话，那我又是另外一种安排。就我当时候还在犹豫我到底要做什么安排的时候，我就去问了这个摩羯座的美发师，他就跟我讲不行，就是1点，不可以晚半小时到。然后我就知道 OK 好，如果你这边就是1点的话，我就是想办法让我自己1点到。可是就会感受到这个秩序维护者的强硬的态度，他没有再跟你那个什么晚半小时、晚15分钟的，几点就是几点，规则就是这样。别人也预约好后面的时间，所以他是很看重你跟他约几点就是几点哦，他不是一整天就只有你一个客户。其实我觉得这样也很好，这样也很好，
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可以感受到他们那个强势，不是在于他们会用很大声，或是会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你讲话，不是，他讲话都是很 peace 的，但是一碰到这个规矩、规则、原则哦，他们就会比较强硬的告诉你 no 就是 no， 不可以通融。所以这种一板一眼，用规定或者是大道理来跟人沟通或者是来管理，那在某些人的眼中就会有一种不近人情的霸道，或者是会觉得他很固执。某些人呢，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就喜欢这种一板一眼，本来几点就是几点，有些人反而觉得这样很好啊，我永远都不用担心你会迟到，或永远都可以相信你说会出现就一定会出现。好，所以这个是秩序管理者。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狮子座的直播我们是做这个月的这个占星辩护人直播，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那下个月呢，我们就会开启新的一轮处女座的占星辩护人直播了。所以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那大家对于这个占星辩护人的直播，如果觉得还不错、很有趣、很好玩的话，也欢迎帮我按赞、订阅、留言、分享，以及在下面就是告诉我你听完这一集你觉得怎么样。那你自己有哪些看法、想法，都非常欢迎你们跟我交流。那如果想要跟我一起去露营学占星的话，秋季森林占星营真的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好，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个月占星辩护人直播再见了，拜拜！谢谢大家，各位晚安，拜拜啦。